7天时间上万伤亡。如今的以色列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慌张，并对加沙地带发动数十次袭击，目标包括哈马斯总部、迫击炮阵地以及军事基地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地面部队也做好了准备，随时进入加沙地带，是要将哈马斯全部消灭。显然，这场冲突超过了外界的想象，而一些阿拉伯国家或组织也对以色列宣战了。如果将其集合起来，能否对抗以色列呢？5次中东战争奠定了以色列中东小霸王的称号，同时也将这些阿拉伯国家打怕了。双方的军事实力似乎并不对等。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，如果哈马斯之外的国家或组织下场，以色列能不能顶得住？在以色列打击加沙地区的同时，以军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背刺行为。这个组织利用火箭弹和轻型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的野战指挥所，打算牵制住以色列北部地区的主力防御部队。叙利亚也对以军驻地发射了火箭弹。10月15日凌晨，叙利亚与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联合进攻行动，而埃及也行动起来了。第2野战军司令阿拉法特中将已经勒令正在休假的官兵迅速返回部队，这不免让火力军怀疑，埃及第2野战军随时会进入战备装备，然后抵达西奈半岛，越境介入以巴冲突。这可是第4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地面部队的正面对手。如果埃及选择介入以巴冲突之中，那么第2野战军必定是首选。而沙特、伊拉克以及伊朗等国家虽然也表示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，但他们并没有主动向以色列宣战，似乎还在保持着观望的态度。显然这些国家也害怕。5次中东战争让阿拉伯联盟损失惨重，更别说这次冲突发生后第2天，美军就出动了福特号航母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也已经在路上了，很快就将抵达地中海附近。美军与以色列带给阿拉伯国家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在出动2艘航母之后，美军可能觉得还不够保险，又出动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前往以色列沿海水域。这支部队由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手组成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让另外2000余名士兵待命，为可能部署到以色列做准备，以帮助完成医疗和后勤支援等任务。要知道，接收到命令的部队本就处于96小时的准备部署状态，如今这一状态缩短到24小时了。显然，美国也在为干预或威慑做准备，毕竟现在的局势太过紧张了。如果这几个比较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宣战，并派遣军队的情况下，双方军力有多大差距？胜利天平又会倾向哪一方？在火力军前2天的影片中就已经详细描述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，得出的结论是中东小霸王名不虚传，赢得5次中东战争并非全靠运气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火力军的资讯频道主页搜索观看影片。本期影片，火力军将总结一些这些比较激进的阿拉伯国家或组织的军事实力。由于中东地区武装力量较为复杂，所以可能存在统计数据不完整的情况，也希望各位能补充一下。在这次冲突中，直接动手的当然是哈马斯，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军事力量，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带。哈马斯拥有大量武器和士兵，具有丰富的地下战和游击战经验。根据公开数据显示，哈马斯武装人员约有3万人，装备火箭弹、轻重机枪等装备，作战车辆主要是皮卡车。从这就能看得出来，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，哈马斯绝对处于劣势状态。如果不是藏在加沙地带，估计早被剿灭了。巴勒斯坦除了哈马斯以外，还有一个军事部门，被称为法塔赫，主要集中在约旦河西岸地区，拥有5万部队，另外还有10几万民兵。此前能多次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，但近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，法塔赫的活动受到了限制。从总体上来看，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完全落后于以色列。在这次以巴冲突中，黎巴嫩真主党、叙利亚、哈马斯、伊朗以及伊拉克民兵组织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反应最为激烈，尤其是黎巴嫩。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，黎巴嫩就下场了，利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军事基地。
保守估计，此次下场的黎巴嫩真主党至少拥有2万余名职业化军人，预备役人数超过4万人。另外，真主党还利用海外援助，建立了对海、对地以及对空雷达监测网络，可以应对以色列海陆空全方位的打击。真主党的作战方式受到朝鲜的战术影响，因为在本世纪初，真主党获得了朝鲜军事专家的大力支持。真主党的所有地下设施都是在2004年在朝鲜教官的监督下，按照朝鲜路线建造起来，包括武器库、粮食储备库、伤员救护所、指挥部掩体用混凝土浇筑，深达40米，使其在以色列的打击下坚不可摧。仅利塔尼以南地区就有600多个地下8米或更深的弹药和武器掩体，在更广阔的地区还有数百个掩体，这让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击变得具有挑战性。以色列将真主党描述为一支按照朝鲜路线组织起来的防御性游击队。经过多年建设，黎巴嫩在无人机蜂群、分队机动作战、城市袭扰战以及山地游击战方面有了显著提升，并且拥有相应的装备，以此来对以色列进行长期消耗作战。不过，以色列在面对真主党旅时，最大的威胁还是其储备的大量火箭弹，保守估计在13万枚以上。与哈马斯的火箭弹不同，真主党的火箭弹几乎都是军用制式型号，在射程精度方面是要高出哈马斯的。此外，伊朗还为真主党提供了近程弹道导弹，射程在1000公里以内，大幅提升真主党的远程打击能力。另一个比较激进的国家就是叙利亚，同样在第一时间袭击了以色列，而以色列也给出了强硬的回击，空袭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与阿勒颇机场，破坏机场跑道，导致这2个机场瘫痪。显然，叙利亚境内也有武装想要出动打击以色列，因为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并不仅仅存在于黎巴嫩，其在叙利亚也有雄厚的军事积累。在叙利亚联军中，真主党的军事分量非常足，这也是以色列屡屡空袭叙利亚机场的主要原因。在还未爆发内战之前，叙利亚的军事实力在中东地区还能处于上游状态，但8年内战让这个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弱。由于内战时期叙利亚空军和海军比较弱，作战能力也比较差劲，所以基本都是陆军在作战。为了填补陆军损失，内战期间叙利亚动员了大约30万预备役和民兵。目前叙利亚陆军兵力保持在24万左右，编下3个军，下辖多个师级单位，装备4000余辆坦克，但只有100辆 T90 与1000辆 T72主战坦克，可以达到第3代坦克的水准。除此之外，还拥有5000辆装甲车、4000门牵引式火炮以及235套防空导弹发射系统。虽然看起来兵力不少，但还要应付内战。如果真要出动军队与以色列开战，不知道能动用多少。在叙利亚之后，真主党旅也对外发出警告，要求美国不要介入以巴冲突。如果美国介入战斗，他们就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基地发起军事打击。同时还宣称可能会攻击以色列目标，并为哈马斯军事行动筹备资金。伊拉克真主党旅是在2014年建立的，发展十分迅速，据说有伊朗在后方支持，目前已经拥有14万名成员，是伊拉克国内令正规安全部队都惧怕的准军事力量。由于对外公开的消息较少，所以火力军也无法提供准确数据。但根据其他阿拉伯国家武装来看，真主党旅的实力应该与哈马斯差不了太多。不过，身为曾经的中东强国，伊拉克正规军还是有点实力的。目前现役兵力有 16.5 万人，预备役有 55.3 万人，准军事人员有 14.5 万人。武装部队由陆军、海军、空军组成，其中陆军现役人员有约 15.7 万人，空军现役有约5000人，海军现役有约3000人。其中海军陆战队有950人。陆军方面装备146辆 M1 主战坦克，另有4740辆装甲车辆，120门牵引式火炮，30套多管火箭炮系统，以及44辆自行火炮。空军方面，主力战机为26架 F-16战机，另外还有16架运输机、20架侦察机以及153架直升机。海军方面，既没有航母，也没有驱逐舰或大型护卫舰，只有2艘轻型护卫舰，排水量只有675吨，其他巡逻艇或者支援艇等有57艘，剩下的都是辅助舰艇。当然了，激进派肯定少不了伊朗。作为中东强国，伊朗知道自己不能轻易下场，并且还表示，只要以色列不攻击伊朗，伊朗无意因中东紧张局势升级，从而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。但其拥有的实力依然让以色列
非常警惕。目前，伊朗拥有52万现役军人，35万预备役军人，其中陆军占了60%，装备了大量老式武器，比如 T-72、T-55 等主战坦克，装备了2800辆坦克、1700辆装甲车、5600门火炮以及2500套防空系统。另外，伊朗通过拆解其他国家的无人机，发展出40多种无人机，拥有数个地下无人机仓库。在海军方面，伊朗拥有5个海军基地，装备了3艘基洛级潜艇、3艘驱逐舰以及15艘护卫舰，另外还有其他舰艇200余艘。尽管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好，但凭借着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，曾给美军舰队造成了一定威胁。在空军方面，伊朗拥有16个战斗中队，虽然都是比较落后的3代战机，不过实力也不容小觑，而且还掌握了只有美国才会的硬管空中加油技术。尽管这些飞机相对老旧，但伊朗在导弹技术和防空体系方面有所建树，射程从300公里到2000公里射程的导弹应有尽有，甚至还掌握了弹道导弹和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制造，可以对中东任何国家或地区实施饱和式导弹攻击。显然，以上这些国家合起来能对以色列造成不小的威胁，但伊朗明确表示了，只要你不打我，我就不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进攻。除了伊朗以外，虽然其他武装态度很强硬，甚至已经动手了，但说实话，并不能对以色列造成太大的威胁。当然，如果埃及下场，以色列还是要面对危险的，毕竟埃及的实力不弱。自从埃及在1979年后与以色列和解以后，双方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，但军事实力却不断增强，装备也从主要装备苏式装备到现在的装备美、俄、法等国多种先进装备，不仅规模大，还比较先进，已经成为中东与非洲地区的军事强国。目前，埃及海陆空现役总兵力达到45万人，其中陆军总兵力32万人，装备各类坦克4400余辆，包括1130辆 M1A1 主战坦克，还拥有4000余辆装甲车，1000门牵引式火炮，276门自行火炮，300门火箭炮，以及2300余门各式迫击炮等。空军总兵力3万人，装备了1100架固定翼飞机，包括228架 F-16战机，武装直升机的主力是46架 H-64D 重型直升机和84架小羚羊轻型直升机。在中东地区，空军实力仅次于以色列，海军总兵力2万人，包括2000人的海军陆战队。近些年来，埃及采购了许多装备，主力装备包括2艘两栖攻击舰、17艘护卫舰、8艘潜艇，让埃及海军一跃成为北非以及中东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力量。想当初，埃及在2战结束之后，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悍的军事实力，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带头大哥。但5次中东战争被以色列打得一败涂地，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军事力量也损失殆尽。在发现战争手段无法消灭以色列之后，选择与其和解，从此丧失了阿拉伯国家的领导地位。这也是没办法的，埃及的现代化改造至今没能完成，正是由于中东战争的影响。虽然埃及做好的战备动员，一线部队第2集团军就有12万军队，1000多辆坦克积极战备，埃及后方还有大批的军队，总共能投入45万军队，4000多辆坦克和200多架飞机。但被打怕的埃及估计不会主动发起进攻，万一主动战备是为了防止大量难民跑到西奈半岛呢？而在阿拉伯国家中，还有一个军费排名世界第4的国家，也就是沙特。一个22万人的部队，军费支出竟然高达694亿美元，这让火力军看到，难以形容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沙特军队主要由海军、陆军、空军以及预备役组成，其中陆军拥有9万兵力，全部都是高度机械化的作战力量，包括从美国采购的400余辆 M1A2 主战坦克，300余辆从法国采购的 AMX-30B 坦克，坦克总数加起来有1000辆上下，另外还装备了300余辆 M2A3 步兵战车，其他装甲车辆达到2000辆以上。沙特炮兵包含200多门 PLZ-45型自行火炮，248门其他型号的大口径火炮和60多门火箭炮，还有100多架武装直升机，其中有30多架阿帕奇直升机。在海军方面，拥有4万兵力，包括3000余人的海军陆战队，作战力量有4艘拉法叶级护卫舰和其他大型军舰。在中东地区，沙特海军的实力不算差，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空军力量。
为了和中东头号军事强国以色列一决雌雄，沙特打造了中东地区堪称豪华的军队，从各国采购先进战机，装备了200余架 F-15、72架台风战斗机、100多架狂风攻击机以及101架 F-5战斗机。另外，沙特还拥有战略导弹部队，装备了30多枚射程2500公里以上的弹道导弹。沙特的准军事部队包括国民卫队，相当于武装警察的性质。如果遇到战争，沙特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人，理论上有实力打赢一场中等规模强度的战争。近些年来，沙特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，不断改进装备和技术水平，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。作为近年来全球军事支出的最大买家之一，沙特积极采购先进装备，同时还注重军队训练和实战能力的提高，不断与其他国家展开军事演习。显然，军事力量不仅仅是硬实力的体现，还需要与经济、社会等因素提高。只是目前来说，沙特还没有参战的意思，毕竟沙特下场可能就意味着中东战争又爆发了。你们觉得呢？所以，综上所述，在埃及、伊朗以及沙特等中东强国不参战的情况下，以色列完全可以应付得过来。毕竟，对以色列打击的国家或组织中，基本处于内战状态。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数据不够准确，欢迎评论区补充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